母星的电力不够了，考虑了一阵，觉得还是直接上戴森球吧，弄个太阳帆生产线，然后发射一堆太阳帆到太阳轨道上去，应该就能解决现在电力不足的问题了。之后另外2颗星球需要电力也方便，直接从戴森球上汲取能量就行了，对吧？说弄就弄啊！先弄一批制造台，18个太阳帆的生产线，现在对我来说倒是不麻烦，但是我比较担心，如果太阳帆发射以后，太空黑雾是不是就要来了？先试试看吧，如果威胁度上涨太快，我就停止发射了。之前我也查了一些资料，关于太空黑雾威胁度上涨的问题，发射戴森球组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但是好像电力发展、武力发展也会导致太空黑雾威胁度上涨，所以这次就试试看，毕竟太空黑雾早晚都要遭遇的。哎，已经开始发射太阳帆了。太空黑雾的威胁度还没有明显上升，那肯定跟发射太阳帆这个动作关系不大了。等太阳帆发射一部分以后再看看情况，加快点速度，再造一些电磁弹射器。哎，旁边放一个接收的蝈蝈，这不就有电了？哎，这个电力只有6兆瓦呀，所以还得多做几个，是这个意思对吧？但是这玩意儿造起来有点麻烦啊，弄个生产线，我觉得现在电力已经不能负荷了。再开新的生产线，不用说，分分钟全球停电。手搓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有点太费劲儿了。而且还有个问题，这玩意儿发电它不稳定，得能看到戴森球才能发电，看不到这家伙就停工了。所以本质上还是个太阳能板呗。哎，忘了这事儿了。而且我发现黑雾的太空巢穴还在从我的戴森球里偷电，这也正常对吧？毕竟我发射个这玩意儿上去，他们弄个接收蝈蝈也可以的嘛。我还拿他们没办法。从戴森球的图上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已经一圈了，最大发电性能65兆瓦，还是差了点，再发射一些上去看看。到现在为止，太空黑雾的威胁度只上涨了0.2%，还可以接受。等发射太阳帆期间，我还跑去熔岩星球上灭了一次黑雾基地，顺便看了一眼戴森云的壮丽，非常漂亮。回到母星，我先把发射接收站的位置挪了，几点以前的太阳能板全拆了，放上接收站。赤道其实也可以围一圈的，但是现在赤道上都是工厂，已经没地方了，就放几点吧。放好了接收站，我发现电力时不时的还是不足，而且手搓接收站实在是太慢了。现在上戴森球还是有点不合适。最要命的是，刚才一段时间我没注意，突然发现威胁度已经快涨到30%了，吓我一跳。完全不知道怎么就涨到这么高了。从我右下角的游戏时间可以看出来，大概也就过了2个小时左右。我怀疑发射戴森云可能让威胁度上涨的速度加快了，要不先停了发射好了。我觉得暂时还是用微型聚变发电站，等我把防御设施建立一下再说戴森球吧。听说太空黑雾和地面黑雾完全不是一个级别，我还真怕他们过来直接把我打到解放前，那我得断更多少天啊？聚变发电站需求量暂时不大，可以手搓，主要是燃料。我需要一个生产线来生产刀和燃料棒，这样也好，做了这个燃料棒，发电站可以用，我自己加上也可以用啊，总比之前烧高能石墨好多了，对吧？需要的零件我全部用物流站运过来。好了，这玩意儿其实造起来挺复杂的，但是其中有2个零件，我刚好附近的生产线有多余的，就先拉过来用吧。需求量最大的材料其实是氢，只要把氢供应足够了，其他问题都不大。好了，开始发电了。暂时就先放12个发电站好了，应该足够应付现在的生产线了。总共发电量是700多兆瓦，实际用电量是500多兆瓦，暂时够用了。那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拜拜。